四喜，啊，你说这老魏怎么了？吃枪药了呀？我从来都没见过他跟小诺姐发这么大脾气。水妹，你不会连这种事儿都看不出来吧？怎么了？咱们队长啊，心里有根刺儿。什么刺儿啊？宋教官，这宋教官碍着他什么事儿了？我的副队长，你不会对这种事儿一点感觉都没有吧？哎呀，什么事儿？直说。跟你说话真累。简单的说啊，咱们队长对指导员啊有点意思。可是自从这个宋教官来了之后啊，天天跟咱指导员腻在一块儿，咱们队长心里不舒服。哦，老魏吃醋了。嘘，小点声行不行？哎呀，怪不得呢！上一次啊，他莫名其妙的送我了一捧花，原来是送给小诺姐的。哎呀，这下我全明白了，真是太有意思了。水妹，你别没心没肺的啊！你说说，如果给咱指导员选择一个男人的话，你是选咱队长，还是选宋教官？哎，这两个男人都不怎么样，都配不上小诺姐。我是说，如果要是矬子里拔将军的话，还是咱们队长略胜那么一点点。哎，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跟你说，水妹，你可是跟咱们指导员最亲近的人。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想想办法帮帮咱们队长？帮？怎么帮啊？不是，我觉得之前的……哎呀，哎，回来了。你们在研究什么呢？这熬夜点灯又费油又费神的，明天研究不行吗？你以为我们愿意呢？这不是急着要大台杆的改造方案吗？那行，你们继续研究，我眯等一会儿，不影响你们吧？不影响，先睡吧。哎。这除了它的长度区别以外，其他的……哎。前面那种。我说这水妹的呼噜声够强悍的。他可能是太累了，平常不打呼的。哎呀，这灯太亮了，我睡不着。你还睡不着呢，你都鼾声如雷了。啊？是吗？那肯定啊，是有生人在这儿，我紧张，睡不踏实。小诺，这样吧，这个方案你先看着，其余的明天再说。行。哎，就这么走了？这搞得好像跟我黏你似的。哎，没事没事，你们继续研究，我睡我的，不碍事儿。啊，不用了，你接着睡吧，我先告辞了。我送你。好。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好。再见。哎，你们这研究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根本就看不懂。哎，不睡觉啦？突然之间又不困了。你搞什么鬼呢？小诺姐，我问你个问题，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你问这个干嘛？你是喜欢强壮一点的，还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别绕弯了。我觉得这个宋大少肯定不安好心，你可得小心点。他怎么会不安好心呢？
他呀，肯定看上你了。这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谁还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啊？肯定得考虑考虑了，甭管小鬼子怎么祸害，咱们该吃吃，该喝喝，照样结婚生娃。咱们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的，气死小鬼子。你这话说的还挺有水平的啊。有水平？你的意思是说，鬼子希望我们国破家亡，而我们呢，非要活得更精彩，再苦，我们也要去享受人生和爱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最有效的打击鬼子。这是我说的吗？队长，哎，怎么样？大家都忙着呢。怎么样？小心点儿，一切按计划进行。哎，宋教官，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这些铁钩和铁锚是用来固定大台杆用的。像这个小铜槽呢，是装瓶弹药用的。我会在每一台的大台杆上都标上适用的火药和检查的线，这样就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每一个大台杆发挥出最佳的威力。好，这是我想改进弹药的方案，你看看。好啊，太好了，宋教官，辛苦你了。不，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一次我们拿下赵北口，就更有信心了。对，你还想打赵北口？是啊，这是我们经过全体表决啊。什么全体表决？就是听取我们全队人的意见。对，没错，大家同意的，都同意的。老魏，他们是被胜利冲昏头脑。如果你也那么想的话，你就是对他们生命不负责任。什么叫冲昏头脑啊？我看你是不是被鬼子给吓傻了？一听到枪响，你手都能哆嗦，还好意思说我们是吧？啊，你们别说的这么难听嘛。宋教官，大家有积极性，好事。宋教官，告诉你，赵北口我们打定了。对，打定了。这种占便宜的事儿，咱不能落下呀。就是。是啊，肯定的，傻子这是。对，一定要拿下赵北口。杜边太君，您可算是来了呀！哦，贾氏，哎，这边的情况怎么样？神龙出现了，但我估计是八路要对赵北口下手。神龙果然出现了。是的，太君，我可是亲眼看得真的。我问你，
他长得什么样子？我不知道这个。好了，不是说你看得真正的吗？啊？太君，你听我说，太君息怒，我岳父大人岁数大了，有点糊涂，不过他确实看见神龙了。可是这蒙着脸，这不知道长什么样啊。对。好吧，那这样吧，赵北国全面封锁，继续进，不许去有这些不那么严明的消息传出去，明白吗？明白。太君，你放心吧，哎，就是一只小鸟，也别想从这飞出去。神龙啊，希望你能来，我等你好久了。哎，这刘半仙行不行啊？村里人有事儿都问他，特别准。可打仗是正经事儿，哪有问神仙的？你来都来了，就问问呗。不是你想知道这几天的天气吗？快走。来。刘半仙儿，我们想问你点事。不用问，山人早就看出来了，你们二人有夫妻相。啊？山人阅人无数，不会看错的。哎呀，刘半仙儿，你睁开眼睛看看，是我，丁水妹。我睁着眼呐。水妹，算了，别问了，还是走吧。来都来了，你就问问呗。刘半仙儿，你别瞎扯了，我们不是来问姻缘的，我们是想问问这几天的天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问也罢。你别管我们有没有用，你就跟我们说说这几天到底是什么天气。那山人给你算算啊。刘半仙儿，我问您一句不该问的，您这算天气是掐算出来的呀，还是凭经验总结出来的？哼，这个有区别吗？您要是掐指一算算出来的呢，我就当您是开玩笑。你别看现在响晴博日，但是今天晚上是个云遮夜，肯定是个阴天。阴天？今天晚上是阴天，能见度很低，正好适合我们偷袭。作战计划呢和上次一样，我带突击队员先摸进去，解决岗哨和重火力，然后你听我的枪声为号，你带另一组发动总攻。如果不行，就马上撤出来，由突击队断后。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我想去趟军分区汇报下作战计划。你想去就去吧，我不拦你。小心点啊！来，所有人动作快点！来，同学们，一条船装一条大台杆啊！好，快点啊！孙教官，辛苦你了，还是你想的周到。我是一名职业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虽然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会尽力做好我的工作。老宋啊，你就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啊！报告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出发。好。哎，最后说一句，能不能取消这次行动？算了，还是我替你说一句吧。祝我们马到成功，旗开得胜！出发！作戦はこうだ。
敵をおびき寄せるために一時的に水上の警戒線を解く。2個小隊をこことここの位置に待機させる。敵が上陸してきたら自分の部隊が正面から抵抗せずにこの位置まで敵をおびき寄せる。佐々木、君の部隊は敵の後方を断ち包囲網を完成させることだ。一人も敵を逃がしちゃならない。分かったか？はい。戦闘が始まったら潜ましておった2個小隊をすぐに水上で捜索展開させるんだ。敵の予備部隊と援軍を叩き潰す。有問題吗？没问题，没问题。渡辺隊長、すでに2日目です。何も起こらないのは我々が神経質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そう焦るな。賢い狩人は待つことも必要だ。そんなに急いだら絶好の機会を失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だ。彼らはいつ来るのでしょうか。彼らは野襲を好む。我々が土地勘に精通してないことをいいことに、勝たなくても逃げ足だけは速い。同志们，加快速度，前进啊！快，加快速度！快，咱们加快速度！把他们5个绑起来。队长，你先上！混蛋，快撤！队长，队长，走，快，走，走，走，上！
生け捕りにしようが奴の死体だろうが、一度奴の顔を浮かんでみたい。抄老魏的后路。水兵，小诺军、许司令，你们怎么来了？这边情况怎么样？老魏带人先没了过去。刚才我看到小鬼子的一队船队过去，怕是要抄老魏的后路啊！糟了，鬼子要打埋伏。咱们一定要把老魏救出来。许司令，咱们就打小鬼子的船队吧。好，同志们，冲！走！别害怕，我不会杀你们，反正我也逃不出去了。我就想拉几个小鬼当垫背的，我一定会给你们松绑。 線路はすでに部屋の中に包囲されております。生け捕りに行きます。進撃開始。はい。何やってんだ。どうして中に突入しないんだ。バカ！何を怖がっている。早く行け！行け！行くんだ！バカ野郎！早く行け！怖がるな！行け！おい，你们干什么？神龙呢？太君，是神龙用枪在后面逼着我们。我问你，神龙呢？神龙，他从后面窗户逃跑了。什么？你们把神龙放跑了？太君，饶命啊！饶命啊！おい。すぐに分かれて捜索するんだ。線路を絶対逃がすな。はい。兄弟，兄弟，这殿上是谁在打仗呢？佐佐木被八路军偷袭，派咱们增援，赶紧走吧。哎，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刚才有一队小鬼子要抄你的后路，幸亏许司令和指导员及时赶到，主动出击，要不然你们就真的被包饺。四姐，你不是说只有2个班的兵力吗？看这架势，足足有2个中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侦查的时候不是这样的。真他妈倒霉！線路は見つかったのか。我々の船は昨日から今までずっとバイアン D の中を探してますが見つかりません。佐々木君、退路を立てと言っといたはずだ。なぜ逃げられたりしたんだ。敵は背後から突撃攻撃して非常に激しい攻撃で我々は防ぐことができます。道を切り開いてそこを逃げられた模様です。今回の我々の取った作戦の一体どこに手抜かりがあったと思う。敵の後続部隊は突然倍増しました。さらに武器も正規軍のようです。まさか敵に我々の仕掛けた罠が漏れてたって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だろうな。各位太君，八路不是留下5具尸体吗？我们可以顺藤摸瓜呀。嘉桑、李宝军，这里面有没有你们认识的人？哦，太君，这个好像是小田庄的田小四儿。这别人嘛，就有点面生了。田小四儿，哎，太君，我现在就带人上他们家去，把他们家连邻居一块抓来。不，把他们的家先监控起来。佐々木、松井に伝えろ。特攻官にこの任務に当たらせるんだ。嗨，杜北太君，剩下这4具尸体，咱们可以把它挂到城门楼上示众，哎，让认识他们都看看，当八路的下场。嘿，这样可以杀一儆百呀。你狗狠啊！我很欣赏你。就这么做吧。是，是。等一下，待て。这就是大抬杆吗？没错，这就是大抬杆。土巴鲁，用这么原始的武器打败了我们。佐々木、これをすぐに持ち帰って将兵たちに見せるんだ。今度騙されるようなことだけはするなよ。分かったか？わかりました。行け。说话呀！啊，都哑巴了！李光明，你说说，你上次因为什么从营长撸到连长的？因为冒进。冒进？你还记得上次牺牲了多少同志吗？56个。你还记不记得谁救了你？副营长，别讲。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啊？还是因为冒进。冒进，冒进！你为什么总冒进？你为什么不能听听指导员呢？啊？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冒进，又牺牲了5名同志啊，5条人命啊！
要好好的反省，吸取教训，做好牺牲同志的后事工作啊！振作起来，把队伍带好。好了，我回去吧，我走了。魏国明，你给我振作起来，怎么像双打的似的？是。指导员呢？你要多帮帮他呀。您放心，我会的。好，我走了。回去吧，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老魏，我想去牺牲的同志家里去慰问一下。好，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我觉得这种事情你们去会方便一点。我叫上丁水妹，再叫几个妇救会的同志就行了。好吧。那我先去了。四姐，哎，队长，坐这想什么呢？我就是在琢磨，怎么我刚一走，这小鬼子就来了？到底是哪儿出的问题？来，您坐下。你从头到尾再仔细想想，会不会是你侦查的过程中露出了什么马脚？您是说，我让敌人识破了？然后敌人故意设了一个套让我们往里钻，这只是一种猜测。应该不会啊，我一向侦查的时候都特别的小心。哎，队长，您说会不会是咱们这儿有了内奸啊？内奸？如果真的有内奸的话，那小鬼子为什么不直接来电信庄扫荡？那要像您这么说的话，要不然就是让小鬼子给撞上了，要不然就是我侦查的时候露馅了。你从出发开始想，在路上，到了赵北口之后，会不会出现什么疏漏？队长，我忘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嘎子。嘎子。棒！棒！棒！我是石龙，不是小石龙。你们这些鬼子汉奸都给我听好了！要是再敢杀人放火、抢鸡抢牛，老子就统统毙了你们！来，哎，把枪给我，给我！去！你小子怎么扣炉子？从哪儿来的？假的，打不响。假的？嗯。哎，我怎么打不响？四七哥，你教教我。去，说，枪从哪儿来的？这个，那个是我捡的。捡的？嗯。你小子怎么不给我捡门迫击炮回来啊？那玩意儿太沉，扛不动。别嬉皮笑脸的。队长。嘎子，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别那么沮丧了。打仗嘛，难免会有些牺牲的。我就是觉得太憋屈，从来没见过老魏成那个熊样。
希望他能吸取这次的教训。不过我觉得，小诺姐，这事儿你也有责任。你说说看，你有什么问题？你跟宋大少走得太近了，这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了。你没发现老魏的醋坛子打翻了？你越是说宋教官对，他就越是跟你较劲。小诺姐，你到底是喜欢宋教官还是老魏？把事儿挑明了，要不然以后准出问题。你误会了，水梅。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哎，水妹，前几天听一个打鱼的说，赵北口出神龙了。神龙？啊，那个打鱼的有个远方亲戚是李坏人的家丁，所以啊，他经常给李坏人去送鱼。那几天收成不错，打了好几条大黑鱼，就听说李坏人给吓病了，感情是李坏人在码头上碰见神龙了。那然后呢？当时啊，上百个鬼子和白脖包围了神龙，就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一眨眼神龙就不见了。有那么神吗？那不神，能叫神龙啊？小诺姐，咱们回去的路上去趟赵北口吧。去赵北口干嘛？去打听打听神龙的事儿。行。走吧，你别去，认识你人太多了，还是让水生嫂和向林去。行，没问题。我在镇上认识好几个人呢，我找他们打听打听去啊。那我们怎么办？咱们在船上等。小心点。放心吧，向林，拿着。走了。走了啊。小四杀鬼子了吗？杀了。几个？好几个。够本了。他很勇敢。等小五和小六长到16岁，我就给你们送过去。只要小鬼子还在，我们就跟他们斗到底。首长，小四的尸体能拉回来，入土为安吗？想什么呢？把鬼子勾过来，咱们一家可就没命了。你们放心吧。我们会想办法的。后面有一条船跟着我们，别回头，假装什么都没发现。你也发现不对了吗？这些人啊，
行动一直鬼鬼祟祟，我们快他就快，我们慢他就慢。别是做生意的吧？从小田庄出来，他们就跟着我。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不是怕你们害怕吗？那现在怎么办啊？不用怕，要动手他们早就动手了。我猜呀，他们是想跟踪咱们。这样，还是我下水，把他们的船掀翻。不行，太危险了，他们有3个人呢。是啊，咱们不还有4个吗？我有一个办法，一会儿咱们的船开到电信桩的时候，你悄悄地潜下去，回去报信儿。咱们呢带着他们兜圈儿，半个时辰以后，咱们呀把他们引到鬼见愁，到时候你带着队伍在那埋伏起来，把他们诱入大境。这样不行，你们太危险了，还是我下水，扔颗手榴弹，干净利索。不行，咱们要抓活的，抓活的有用。好吧。向后转，下去，转，加油看进，向前干，下去。老魏，老魏，快带大伙到鬼见愁设埋伏，要不然指导员就有危险了。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太王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潇潇雨歇。